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台小主机啊，是一台桌面比较精致的一个小体积机箱，而且呢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它这个小巧的体积以及它的便携性啊，因为它呢带了一个手提功能。那么它就是来自于方糖机械大师的一个 C28 机箱啊，这个机箱其实体积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，大家可以看到上半部分只有2个风扇，那么证明什么呢？它是支持装240水冷的，但是这个机箱呢有2个痛点。一个痛点呢，就是假如说你装了240的水冷之后呢，你这个内存啊，它的可选范围就非常的小了，它不支持44毫米以上的内存啊，就会导致你这个内存卡在这个水冷下面非常的紧，或者说是根本就装不上。像我这次选的这个 DW100百维的这个灯条呢，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50毫米啊，所以这个第一个痛点呢是被我碰到了，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个酷冷至尊的612啊 Apex Pro 金属顶盖的一个版本啊。所以说在这个机箱呢，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用风冷啊。当然，如果是用了风冷呢，就不要上特别高的配置了。第二个就是我在这一次选择电源的时候呢，我特意为了保证这个机器的一个配件的兼容性呢，我选了一款 SFX 的电源啊，这个是来自于九州风神的 PS850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源我们用原装线材啊，它这个走线的这个线材的多余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就前方稍微这个看得到的一些啊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它这个转换底座装上去之后呢，就已经没有把这个线从正前方走到正后方这个位置，我们只能从上方走一点啊。但是后方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走线的余量啊，线多余出来的余量是很少的，基本上就保持一个非常干净的。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机箱来说，我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九州风神的SFX 的850瓦电源，还有的就是这个风冷的一个选择啊。至于其他的一些搭配，像这个纯白色的主板，我们这次用了 TUF 的 B850重炮手的白色啊，还有这个乔斯伯 Z 系列的一套风扇啊 ，Z240 啊，后面一个 Z120。显卡呢，这次用的是一块技嘉的冰猎鹰啊，白色显卡并不多。再加上最近这个5070的一个猛涨，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张显卡。目前装下来总体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大家如果担心这个散热器的散热问题呢，我简单的做了一个评测啊。这个 CPU 呢是 980x3D 啊，在开启 PPU 的最高档位之后呢，基本上8个核心的频率都可以到5200多，然后跑120多瓦的一个功耗啊，温度呢可以控制在80度左右，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烤机的一个效果了。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C28 这个机箱的散热和电源的选择，其他的都随意啊，主板、风扇，什么内存、硬盘呐，还有显卡，这个选择都随意啊。显卡支架大家不要忘记装啊，这个显卡支架需要一个，不然的话下面可能会往下掉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怎么样？这台颜值还是可以的吧？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啊，拜拜。